通过经颅磁刺激技术来手动转换开关，这样就可以开启或者关闭杀人模式。但这种实验只有在普通人和后天形成的心理变态身上有效果，对我这种基因缺陷的人来说，本来就是不可能成功的课题。我无数次在惊觉、怒江和昏迷中清醒，然后再陷入同样的循环。可是我内心杀人的欲望并没有因此而衰减。那时候，只要睁开眼，我就变成嗜血的野兽。后来我发现，被困在实验室里的并不止我一个。一旦实验失败，我们所有人都将被集体销毁。所以我想尽办法带着他们逃了出来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也随时被某些人监控着。我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被他们用各种理由意外死亡了。哥哥不是说了吗？每个人都有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权利。我现在做的事就是改变规则，让自己和这些人拥有自由活下去的权利。改变规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这些案件都不是意外，而是被人策划好的死亡？每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案件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。焦玲玲，你还记得吧？是最开始肇事逃逸事件的受害者。此人有严重的偷窥癖，虽然不是我的人，但他的死亡是因为在跟踪我的时候意外知道了那些人的身份。那些人究竟是谁？一群能左右这个国家决策的人。连宋议员也在列，你的意思是指国会？不，真正决定这个国家的不是国会，而是背后的财阀。我的工作就是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。如果这件事不能成功，面对我的不是1级谋杀，而是叛国罪。毕竟我有精神诊断，谋杀最多只是监禁治疗，但他们会想办法让我死。这件事太离谱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。我可以给你考虑的时间，如果你愿意继续接受我，明天的这个时候，我依旧在这里等你。如果不愿意，你可以到警局举报我，然后亲手把我送到他们手上。我已经按照你的安排，把警察引到蒋老师那里，你也要履行你的承诺。你放心，钱也你母亲的账上了。那蒋老师现在……放心，他罪有应得。只有这件事，有个人不想看到你是凶手，让那个人失望了。我真的是凶手。你本来可以是个正常人，你的基因并没有问题，精神问题是后天造成的。我好恨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恨谁。求求你！对不起，我不想弄脏自己的手。到底该怎么办？这种事也太匪夷所思了。我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林默所说的是真话。我可以给你考虑的时间，如果你愿意继续接受我，明天这个时候我依旧在这里等你。如果不愿意，你可以到警局举报我，然后亲手把我送到他们手上。请进。程阳，有件事我需要上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大脸色很难看啊。不清楚。所有的人跟我走。林默在上课，这个时间应该不在家，就是这里。我们晚了一步，这里已经被清理干净了。这件事等我向雷局报告，再做后面的安排。你就，好自为之吧。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想我怎么说？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你该道歉的不只是我，还有你自己。我记得你打我的时候说过，没什么比人命更重要。你说的没错，你跟我不一样。你在乎那些受害人大于名利和结果，可是你却为了林默辞职，到底为什么？他就那么重要吗？重要过你的职责，重要过寻找杀你母亲的凶手？对不起，我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善良。你心里比我清楚，江永志的女儿就是被他逼死的。就算法律上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就他的手段来说，这绝对不是第一个被他逼死的。你打算背弃良心和一个杀人凶手在一起吗？剥离社会关系，精神控制，下一步他就会让你变成他的傀儡。太英俊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不会的，我不会给他变成那样的机会。但我也没有坚强到亲手抓他。与其等到我放走他的那一天，不如辞职。你变了，从前的你绝对不会选择逃避。你听过电车难题吗？啊，假设你是驾驶员，刹车失灵，一边轨道上是5个人，一边轨道上有1个人，你怎么选择？我选5个人。功利主义来说，5永远大于1，但这道题本来就是悖论，没有人有资格决定他人的生死，无论怎么选都是错的。我如今也是一样。曾经的你会想办法让列车停下，但现在我发现我没能力让列车停下。
为了一个人背叛自己，真的值得吗？我不知道。希望下一次见面，我们不是敌人。林诺，英俊哥已经决定抛弃我了吗？说永远在我身边的不是你吗？我没想到你会离开我，我是多么信任哥哥呀，可是你却让我失望。